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都很关心的话题：澳洲和纽西兰的经济现状。纽西兰刚刚被说走出了衰退，处在脆弱复苏的状态；澳洲呢，却又被人说进入了停滞模式，甚至还有人说已经开始崩溃了。那到底这两国的经济现状如何呢？本质差在哪儿？未来10年哪个更稳？今天呢，我们就用通俗易懂的方式，从5个维度深度比较，以及对未来前景的对比，让您不仅看清现在，还能判断未来。首先，我们要说说两个关键词：停滞与脆弱复苏。我们先把概念讲清楚。澳洲的停滞模式并不是说经济已经崩盘，而是看起来还在往前走，但速度很慢。GDP 的总量依然在增长，可增速低迷，远不如过去几年那么有力。更关键的是，人均 GDP 已经连续6个季度下降，整个蛋糕在变大，但每个人分到的那块却越来越小。原因呢？总结一句话：因为人口增长速度快过经济增长速度，工资水平长期涨不动，甚至落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。生活成本却一年比一年高，房租、食品、能源样样都在涨，慢慢的蚕食掉了人们的收入购买力。也就是说，表面上看各种经济活动还在运转，商场、工地、写字楼都没停，但大多数普通人感受到的却是收入不变，甚至缩水，生活质量在悄悄下滑。说白了，就是经济在缓慢移动，人们却觉得自己在原地打转，甚至一点点倒退。我们再来说说纽西兰的脆弱复苏，意思是经济好像开始有了点起色，但基础不稳。GDP 在过去2个季度都转向为正向增长，从技术上说是走出了衰退，可这个增长幅度不大，主要是靠出口和库存变化来支撑，本地消费和投资依然疲软。和去年同期相比呢，经济规模其实还在缩小，因为内需恢复慢，生产效率低，经济总量只涨一点点，但分摊到每个人身上，感受不到明显改善。与此同时呢，消费者信心依旧处在低位，对未来1年的通胀预期还升到了2年的新高，差不多5%左右。工资涨幅跟不上物价上涨，生活成本压力依旧很大。换句话说呢，经济数据上是由负转正了，但这更像是技术性复苏，而不是全面复苏。也就是说，底子太虚，动力弱，一旦遇到需求下降或政策收紧，这一点复苏的势头很可能就会被打断，重新陷入低迷。我们再形象地比较一下这两个国家经济状态的区别有什么不同。澳洲呢，像一艘载满货物的巨轮，船体结实，吃水深，航速慢，转弯也笨，但哪怕遇到中等的风浪，也不至于轻易翻船。不过呢，因为太重太慢，就算目的地在前面，也得慢慢的熬过去。纽西兰更像一艘轻巧的快艇，在平静的水面上，它能很快提速，灵活转向，看起来充满活力。但船小吃水浅，一旦浪大，颠几下就可能失衡，甚至被打翻，还得花很长时间重新扶正。那我们再来看看两个国家经济增长结构的不同。澳洲的经济命脉可以说是拴在了矿山和港口上。铁矿石、煤炭、天然气这些大宗商品批量卖到中国、印度、日本，一船一船的出口，赚的是实打实的高利润。只要矿价好，澳洲的出口、财政和就业立刻有底气。加上持续不断的移民涌入，人口增长也给 GDP 总量添了不少的分数。不过呢，人口增速如果比经济增速还快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也就是人均 GDP 连续下滑的重要原因。我们再来看看纽西兰的支柱产业，是看天吃饭的农业和靠人气吃饭的旅游业。乳制品、羊肉、奇异果这些农产品远销海外。游客呢，则从四面八方飞来打卡湖光山色和极限运动。好处是产业绿色环保，资源可持续；坏处呢是利润率太低，而且容易受到外部的影响。
农产品遇上国际价格下跌、气候灾害，出口立刻缩水；旅游业则怕全球经济不景气，航班减少，签证政策收紧，一个风吹草动就能让游客人数直线下降。更要命的是，纽西兰的经济体量小，产业集中度高，缺少能在危机时刻托底的高毛利行业。一旦农旅这两个发动机同时熄火， GDP 很快就会踩刹车。一句话说清两国的区别，澳洲有一个高毛利、高波动的矿业发动机，纽西兰是多个低毛利、高波动的小马达。那被热聊的美国关税呢，就像直接卡在油管上的阀门，一收紧，动力立刻受限。影响不同的是，澳洲有一个高毛利、高波动但市场多元的矿业发动机，美国关税只是边角风。对于纽西兰这个小马达来说呢，美国关税一收紧，动力立刻受限。方竹再多说一句关于两种经济类型的弱点。澳洲的弱点在于产业过度依赖资源的出口，遇到矿价下行或全球需求收缩时，缺乏替代产业来接力。纽西兰的弱点是出口结构单一，而且利润率太低，抗外部冲击能力弱，稍有风浪就可能把经济推回衰退。我们再来说说两国的家庭债务与房市，澳洲的高杠杆来挑战纽西兰的易降温。澳洲的家庭债务占 GDP 的比例高达 130%， 稳居全球的前列。这意味着很多家庭都背着沉重的房贷。过去10多年呢，澳洲的房价几乎翻倍，尤其是在悉尼和墨尔本，涨幅堪称飞天。这种背景下，一旦央行加息，贷款月供立刻飙升，家庭现金流被压缩，消费支出自然缩水，企业的投资意愿也会受到拖累。房价高企不仅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，还让年轻一代买房越来越难。纽西兰的家庭债务水平呢，虽然也不低，大约在 GDP 的95%到100%之间，但比澳洲呢略低一些。更关键的是，纽西兰的房市这2年呢，已经经历了一轮明显的降温，全国房价回调10%到15%，惠灵顿等地呢甚至跌了6%到7%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泡沫风险，银行体系相对更稳。但代价是，房价下跌让不少业主的账面财富缩水，消费信心呢受到打击，大家在花钱上更加谨慎。两个国家的区别是，澳洲的风险更多集中在金融体系内部，高杠杆加高房价是隐患；纽西兰的风险则转移到了消费端，市场信心成为经济的薄弱环节。我们再来看一看两国的政策空间对比。澳洲央行利率在 4.35%， 通胀回落后还有降息的空间，政府债务约为 GDP 的 33%， 财政刺激的余地也还在。纽西兰央行利率已经降到了 3.25%， 再降息的幅度也非常有限，而且纽元一贬，进口物价马上上涨，政府债务呢已经达到了 GDP 的 45%， 财政支出已经压到了10年的低点，想再撒钱也不容易。一句话总结一下两国的区别，澳洲的货币财政两手都有空间进行调整，纽西兰的手牌少，反应空间也小。我们再来看一看两国未来前景的对比。如果未来10年两国都不做大的结构性改革，那画面大概就是这样。澳洲呢会继续慢好， GDP 的总量每年可能还有增长，但人均收入就像卡住了一样，不上不下，生活成本高企，房市泡沫横在那儿，唯一的救火队还是矿业，只要矿价还不错，总体呢就不至于陷入衰退。纽西兰则是另一种易回落的状态，眼下的复苏可能还能持续1-2年，但只要外部需求一冷，或者是国内消费信心再下滑，就很容易掉头向下。更麻烦的是，它缺乏长期托底的新产业，像用一台小马达去跑长途，平路还行，一遇到坡或者是逆风，动力立刻不足，随时有熄火的风险。所以呢，澳洲的慢熬是稳中带累，纽西兰的一回落是活中带险，
不管您怎样选择，房主都祝您好用好心情，也欢迎和感谢您点赞、订阅、留言。房主时间，我们下次节目见。